坐70年牢是什么样的体验？这个老头从15岁就开始坐牢，坐了70年牢后被释放，出狱后已经85岁了，直接和社会脱节。他甚至还想继续回到监狱蹲牢房，把牢底坐穿，也许并不是一句玩笑话。让我们来看世界上蹲牢房时间最长的人。据说长按点赞的人，今天绝对会运气爆棚，赶紧试试看吧。第一，自愿加刑。对于大多数犯人来说，都希望能早点出狱，但约翰逊在服刑期满后自愿返回监狱。约翰逊在酒吧里杀害了一名男子，他们正在喝酒时发生了争执。入狱后，他非常服从管教，他曾33次被拒绝假释，最后才被释放。他终于在1974年获释，这已经时隔了66年。获释时他已经89岁了。对于一个近70年没有接触过社会的人来说，出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。他已经与社会脱节了，无法适应现代的生活。最终，他决定再次回到监狱里生活。在监狱又过了17个月，他再次获释。第二次获释时91岁，他住在马里恩县医疗保健中心，最后于1987年去世，享年101岁。第二，屡教不改。1958年，17岁的汉普顿夺走了他18岁的儿时朋友吉布森的生命，因为吉布森拒绝了与他发生关系，对此他勃然大怒，用利器袭击了他28次。最后他自首了，在法庭上，他作为成年人被受审，因此他被判处终身监禁。在监狱里，汉普顿因听说狱友散布关于他的谎言，他又将狱友残忍杀害，这导致他被判处第2次无期徒刑。但律师一直在寻求帮助他获得假释的方法，所以汉普顿在入狱61年后于2019年获得假释，时年78岁。由于年事已高，路易斯安那州赦免和假释委员会将汉普顿从监狱中永久释放，社区为他提供了住房、衣物和一些钱，帮助他重新站起来。目前他仍然住在路易斯安那州。第三，物是人非。约瑟夫·利贡被认为是美国被判刑期最长的囚犯，他在未成年时就被判无期徒刑。1953年2月20日，年仅15岁的约瑟夫因在费城涉嫌抢劫和袭击事件而遭到定罪，当时造成2死6伤。约瑟夫与其他人当场被捕，在被捕后也坦诚行凶，不过他却被以2项1级谋杀罪起诉，判以无期徒刑。他的律师表示，他确实是伤人了，但没有杀人，却被判以杀人罪，判处终身监禁，且不得假释，这是有问题的。在近70年后的2021年2月11日，约瑟夫走出联邦监狱，重获自由。从一个未成年到老头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？第四，不一样的对待。1952年，他最初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但他有不在场证明被释放了。1975年，他再次被指控2级袭击罪，然而福特对他在1952年和1975年的审判中被指控的这些行为全部否认。当时整个陪审团都是白人，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有罪，而且他们甚至不允许任何证人作证。直到2016年，他终于看到了曙光。法官海伦·哈林顿决定重审他的案子，他还发现该案的法官没有告知福特有上诉的权利。哈林顿法官在不久后就驳回了之前的刑罚。福特在法庭上开始哭了起来，他表示他终于获得了应有的自由。福特在19岁时入狱，在监狱里度过了64年，最终于2016年3月23日获释，当时他已经84岁了。最终，真正的嫌疑人杰克·罗宾逊在法庭审查中供认不讳。不幸的是，福特获释后不久患上了癌症，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，依靠社会人士的捐助为生，但他却未得到任何的国家补偿。第五，重大改变。亨利·蒙哥马利在1963年17岁时被指控枪杀了东巴吞鲁日警长的一名白人副手。枪击案发生后，60多名黑人被捕，但最后审讯后认定了蒙哥马利就是那个罪犯，并于1966年后关押。他认为审判对他有偏见，阻碍了公平的审判。
他的刑期被改为无期徒刑，不得假释。之后，蒙哥马利在监狱里组建了自己的拳击队，并担任教练，最终成长为一个积极的角色。2012年，最高法院表示，对青少年强制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是违宪的。之后，蒙哥马利提出质疑米勒对他的判决，蒙哥马利上诉被驳回。2016年，蒙哥马利在坚持下，终于获得了假释的机会。但假释委员会在2018年和2019年拒绝释放他，最后在2021年，假释委员会才一致投票赞成释放他。蒙哥马利于2021年11月17日以自由人身份获释，75岁的他被监禁了57年。蒙哥马利的案件对今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以至于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对儿童判处终身监禁。第六，逆天改命。弗朗西斯·史密斯1924年10月9日出生，从1950年入狱到2020年获释，坐牢足足70年，是世界上坐牢时间最长的囚犯，坐牢最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非他莫属。他在13岁时袭击了一名警卫并逃跑后，最终被关进劳教所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他被转移到了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。1949年，史密斯因参与逃亡而被追加刑期，当时他24岁。1967年，他从因菲尔德的一个监狱成功逃脱，警方展开了12天的大规模追捕。他还被假释了10个月。1975年再次入狱。1954年6月7日，就在史密斯被执行死刑的当天，案件的首席调查员表示，当时听错了证词，史密斯并没有参与其中。真正的罪犯为了逃避死刑而撒了谎。他71年后于2020年9月才最终获释，当时他96岁。史密斯目前住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附近的一家疗养院。第七，低智商的囚犯。1952年，约翰·菲利普斯在北卡罗来纳州因性侵一名5岁女孩被判刑，当时他18岁。他的律师表示，他的心智只有7岁左右，应该免于刑罚，但法官仍然判处他无期徒刑。但此后他一直坚称自己无罪。由于医疗和法庭记录的丢失，他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。1989年，他来到达勒姆惩教中心，年复一年，他对出狱变得不再渴望，因为他对监狱生活感到非常满意。1991年，达勒姆的一家报纸报道了他作为该州服刑时间最长的囚犯的身份。这篇文章被他剩下的家人发现。据北卡罗来纳州公共安全部称，菲利普斯希望判自己无罪，但他不想离开监狱。2021年3月9日，菲利普斯被假释出狱，共在狱中度过68年。他的假释期至2026年3月8日结束。第八，改过自新。哈维斯·图尔特因在1951年持械抢劫，在德克萨斯州监狱服刑10年，6年后假释。1958年，他因杀害26岁的詹姆斯再次被判刑。这还没完，斯图尔特又于1965年越狱，几天后被抓回。在服刑9年后，最终在1985年有资格获得假释。尽管劫匪逊县警局对此极力反对，但他还是被假释了。但就在16个月后，斯图尔特因抢劫银行再次入狱。在入狱59年后，他的超长刑期于2011年结束。斯图尔特从此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。随着年龄增加和身体健康状况下降，他说自己已经太老了，不会再做出什么坏事了。他也已经10多年没有人前来探访，因为他比他的大多数亲属活得更久。2014年，他被有条件地限制在一家疗养院。60多年后，他终于改过自新，走出了高墙。第九，迟到的正义。维格被怀疑在位于伊利诺伊州拉萨尔县的公园里将3名女性朋友杀害。他签署了一份认罪书，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。但后来维格撤回了认罪书，因为他声称这是侦探威胁自己写下的。警方在他的厨房里发现了一些麻线，与捆绑3名受害者的非常相似。他后来也没有通过测谎仪测试，使其更受怀疑。维格在1961年3月3日以来就一直处于被监视的状态。
法官于2019年11月20日对他作出有罪判决，判处他终身监禁。之后，伊利诺伊州囚犯审查委员会以9-4的投票结果，最终批准了维格的假释请求。获释时，维格已经80岁了，终于结束了被监视的日子。2022年8月1日，在他获释的2年后，新的证据被送往实验室，这是一名男子的头发。他和他的团队非常开心，因为公正终于来了。第10，自强不息。詹姆斯·摩尔被称为是纽约服刑时间最长的囚犯。为了避免死刑，摩尔承认了1962年的罪行，承认他对一名9岁的儿童实施了性行为，并承认了其他40起性侵案件。最终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但后来州法律的修改使他从1982年开始每2年有资格获得假释。摩尔在惩教所度过了近10年的光阴，在该监狱担任牙科助理和行政助理。1973年，他被转移到奥本惩教所，后来在那里认识并最终娶了监狱志愿者乔伊斯·史密斯。摩尔在奥本度过了20多年，在那里获得了多个商业学位。据摩尔说，他在监狱期间使用的化学物质使他变得躁狂发作，最终在入狱60年后，于2022年6月6日获释。你认为这些人的刑期太长还是太短了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